算下来，新加坡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我是2012年来到新加坡，今天是新加坡的55周年，所以我也想录一个我对新加坡想说的话，还有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他是小黄，因为我怕我一个人说会有一些紧张，所以让他陪着我。刚来新加坡的是2012年，当年呢，我是和另外3个女生合租一个房间，然后现在回想起那段租房的经历，觉得真的太难忘了。然后因为那段时间刚来新加坡，也非常想念家人，那段时间就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家人，彼此给予了很多的关心，一起开心的上学，开心的一起回来追剧、复习功课，都是很美好的回忆。但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小女生，难免会有一些小吵小闹。再回想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是很窄的，大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然后就碰撞出一些火花。现在回想起来，这重要的一刻也是我的好朋友给我的，因为与好朋友相处就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这世界上也不会有2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啊，都很喜欢和自己比较像的人在一起，但是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大家很多意见都会不一样。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同理心，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也许会少掉很多很多的矛盾。如果你是马上要来新加坡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来了新加坡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的朋友，第2点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防晒。这边大家看天气预报，就是平均每天的温度大概就是在26、27度，但其实中午真的非常的晒，应该说整个白天都非常非常的晒。然后如果我是8年前来到新加坡的嘛，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做对比，就是差异明显。现在和国内的小伙伴对比，我都非常非常羡慕他们白皙的肌肤，因为我已经在这边晒了8年了。第3点呢，是我来新加坡这边上学以后所体会到的，就是踏实的去做任何事。这个是当时老师有布置给我们一个作业，这个作业呢就是去做一个问卷调查，当时人们对某一个事件的看法。这个作业呢是需要我们去采集一些数据的，这个数据应该是来源于大家真实的反应嘛。当时我记得我们班的中国学生很多都是在网上找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是凭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想象，随便编造了一些数据。但是在这个班上的新加坡同学呢，他们都非常认真的去做这个调查。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新加坡的同学，他真的去印了1万份问卷调查，然后在街头去做这个问卷。可能他们在这种就是非知识性的课上去花的功夫很多，也许他们的成绩、他们的 GPA 并没有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好，但也许他们得到的经验和知识是我们没有办法相比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课，也是深深的印在了我的人生语录里面。我觉得就是你要认真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件事情，而不是以你的价值观去衡量它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特别是数据这种东西，我觉得现在看来，就是工作以后看来，其实也是很敏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看某一些很有名的网站啊，或者是 App 啊，会发现有一些数据造假，这些就是我觉得这些真的是要不得。每当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想起那些真的走上街头，真的让大家去写下他们真实意见的那些新加坡同学。现在还有人真正在意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吗？还是说主流的媒体就已经掌握了绝对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媒体工作者，或者是去采集数据的人，那么我觉得让一切来得更真实些吧。还有一个小优点，也是我从新加坡朋友
身上学到的，就是他们真的非常的谦虚，然后会尽一切的努力来帮助你吧。就是我有一次在公交车上问了一个老师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他的知识盲区，当时就没有解答我，但是他就立即掏出了他的小本本，然后就把这个问题写在他的小本子上，然后居然过了1个星期，然后他发了长达5页的 PPT， 然后来解答我这个问题，我当时真的非常的感动。还有一次呢，是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对某一个专业课的理解非常深，然后自己也学得很好，是学霸。在课堂上提出了老师讲的不对的一个地方，那个老师他就在下一次课单独留了1个小时给那个同学分享如何更好的学习这门课，以及对这门课有一些大家的疑难，然后去讲解。然后我觉得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大气的，特别是在学术交流上，我觉得是让大家很开心，也是一个很好的氛围。第5点，这一点也是我非常非常佩服新加坡人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社交能力非常的棒，然后他们从小培养的演讲能力，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信的站在讲台上，然后很流畅，然后很顺利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其实我觉得这个能力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从小开始培养嘛。对比中国的教育，就是从小大家都很乖嘛，然后偶尔举手发言，其实心里也是有一点点忐忑。年龄越大，其实大家就会有一点越内向越害羞，但新加坡这边就是一直鼓励你勇敢的去说大家也不会笑你大家会有一些互动然后我觉得这个对长大以后的社交真的是一个神助力。第6点呢，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笑的地方，也是我跟新加坡这边的同学交往，然后新加坡的年轻人交往，然后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讲一些很老的大道理。就是你跟他讲一个，比如说阿姨的小孩好可爱然后他就会突然说出一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之初性本善。然后这种很古老的，然后大道理就突如其来，然后你就觉得然后或者是你买了荔枝回家，他就说，哎呀，妙妙少吃点喝荔枝3把火，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那好像是我奶奶会跟我讲的话。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新加坡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喝饮料。然后也许是因为这边天气太热了，大家需要一些清凉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喝的也太多了。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是上课之前1瓶，然后下课之后1瓶，上班了以后是大家休息的时候一定会下楼去买一罐听装的饮料，或者去茶水间自己调制一些饮料。总之就是在不停的喝饮料，就是喝白开水的时间真的很少。这个真的是戒糖之路越走越远。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新加坡这边的口味都非常清淡，以至于我在第3年到第4年，然后回家过年的时候，然后都会说，妈妈你做饭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盐？然后爸爸你做的菜好像是不是酱油给太多了？就会有一点口味上的变化。不过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是他们新加坡人呢也会尊重不一样地方人他们不一样的口味。比如说有印度的同事他们过生日然后我们就会组织一起去吃印度餐。然后有中国的同事过生日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去吃一顿火锅就是享受不一样的文化带给你的乐趣吧。然后最后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新加坡这个国家可以成功的关键，就是坚定的意志绝对的原则。我觉得这一段可以看一下新加坡的开国之父他是怎么说的。Lagi sekali yang bersemangat merdeka. Make the people feel that they are wanted.
not stepchildren or stepbrothers, but one in the family and a very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family. 因为铁咱的五千万块，因为咱有钱讲好因，咱讲我要去会使救。They say they are worried about the Malays. I say so are we. We want to raise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and we will, and faster than they can. 勇敢的人敢面对现实，面对事实。这个国家是新加坡公民的。This was a mud flat, swamp. Today, this is a modern city. 10 years from now, this will be a metropolis. Never fear. Siapa yang patut, siapa yang baik, siapa yang suci hati, dia yang menang. We are here to play somebody else's game. I have a few million people's lives to account for. And Singapore will survive. Must be prepared to have bones broken and blood spilled. There are sometimes no way out. We had to lock up people without trial, whether they are communists, whether they are language chauvinists or religious extremists. If you don't do that, the country would be in ruins today. We never went for the iron rice bowl. Each person has his own porcelain rice bowl, and if you break it, it's your bad luck. And they look after it when it is their own and is porcelain. 2 weeks. It will take many, many months to repair the damage. I gave them a choice. Continue this, and I will, by every means at my disposal, teach you and get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help me teach you a lesson you won't forget. And I'm prepared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Or stop it. I say without the slightest remorse that we wouldn't be here, we would not have made the economic progress if we had not intervened on very personal matters. Who your neighbor is, how you live, the noise you make, how you spit or where you spit, or what language you use. Had we not done that and done it effectively, we would not be here today. Whoever governs Singapore must have that iron in him, or give it up. This is not a game of cards. This is your life and mine. I've spent a whole lifetime building this. And as long as I'm in charge, nobody's going to knock it down. And even from my sick bed, even if you are going to lower me into the grave and I feel that something is going wrong, I'll get it.